大家好，我是优步。佛教中有着很多严格的戒律，有戒杀生的，有戒偷盗的，同时还有一条戒律叫做过午不食。过午不食指的是佛教中的人过了中午之后就不能吃饭了，要等到第二天早晨才可以进食。这里的食不仅指饭菜，甚至连水果、糕点之类的零食也不可以吃。总之需要咀嚼的食物都不能下肚。可能很多人觉得这条规定太过于苛刻，普通的人每天都要吃3餐，没有人能接受饿肚子。其实以前生活条件比较贫穷的时候自然没有条件好好的吃饭。可如今呢，条件变好了，干嘛要遵守这样的规定呢？这很显然是在虐待自己。但是佛陀那么慈悲，他怎么可能舍得虐待他的弟子呢？其实过午不食也是有来由的。早在佛陀时代，比丘们是可以过了下午或者黄昏再去外面找食物的。不过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才有了过午不食的戒律。说是有一个叫伽流陀夷的比丘，某天傍晚天快黑了，这时他才穿好衣服，手持钵盂出门，然后进入城市里面去乞食化斋。伽流陀夷这个是句梵语，翻译过来就是黑光的意思。由于黑光这2个字顾名思义，其人异常的黑，就是这粗黑的面貌给他闯了祸了。他进城时天昏地暗，风雨欲来，他信步走到一位长者家的门口化斋。当时人们认为把食物提供给沙门是一种积累福报的行为，因此一听到有沙门上门乞食，主人家都是非常高兴的。那个时候长者的夫人已经怀有身孕，听见有比丘在门外乞食，就亲自端饭出来施舍。然而伽流陀夷比丘面色极黑，加上大雨将至，天空乌云密布，电闪雷鸣。长者夫人出门看到闪电照在比丘粗黑的脸上，顿时惊恐万分，大呼是鬼，嘴里不停地念叨：糟了糟了，我遇见鬼了，见鬼了。长者夫人受到了惊吓，伤及胎儿，腹中的胎儿则流产而死。比丘回到住处，悔之莫及愁闷不欢。于是世尊召集众比丘，告知行道要法应当一坐而食，方能身体轻便，心得开解。于是定下了不非时食的规矩，也就是说不能在规定许可外的时间吃东西。这个时间就是在太阳到正午之后，一直到次日黎明，这段时间是不允许吃东西的，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过午不食。当然佛教之所以制定这一纪律，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在6道轮回之中有的投胎成了人形，而有的呢投胎成了畜生，当然也有投胎到恶鬼道的。而投胎到恶鬼道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这些恶鬼一般都过了中午或者晚上才会出来，看到别人吃东西自己没有吃的时候肯定是非常难受的。因此制定这条戒律其实也是因为佛陀怜悯众生，是佛教大慈大悲的表现。不过这条戒律也会根据形势而发生变化。比如佛教弟子因为巨量运动消耗体力非常大，在没有力气支撑的情况下，或者是身体生病没有力气，这种情况下就可以喝一些澄清没有沉淀物的饮料或者果汁、茶水
糖水等等，这在戒律中是允许的。但是佛教传到中国后因为中国的出家人与印度的不同，印度的僧人大部分是托钵乞食，而托钵乞食的传统在中国无法继续传承。一方面是因为的原因导致的，而另一方面呢，所谓天下名山僧占多，由于受道教风水理论的影响寺塔道场大多建立在深山老林之中，和尚们也不方便下山去化缘，那么和尚的生活来源就要依赖朝廷的赏赐和一些贵族施主的供养。依赖于朝廷的赏赐必然使得佛教渐渐地沦为被控制的宗教，而教育方面呢，也逐渐倾向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如此一来政法面临着没落的威胁。于是大唐高僧怀海得道后便开山说法，自立禅院，率众修持实行僧团之农禅生活，并立下了百丈清规。其中的最可贵处在于寺院经济方面的规定，僧众应饮食随宜，务于勤俭，全体僧人均需参加劳动，上下均力。怀海自己起到了带头表率的作用，他亲自率领400-500人严规修道，同甘共苦，共患难。每次劳动怀海凡日给职劳必先于众。有一次负责管理劳务的执事僧见他年纪太大了，便将他的劳动工具藏了起来，主要是为了想让他休息休息。怀海四处找工具找不到，就拒绝吃饭，直到工具被发还。淮海就以这样的方式严格执行一日不做一日不食的清规。百丈清规的制定使得僧人能够自力更生，靠自己的劳作生活，从此不再依赖于别人，更无需再依附于统治阶级。而淮海禅师的丛林制度也以其物质基础巩固了梁武帝时所倡导制定的不食肉戒。正是因为这样，中国的出家人必须参加劳动，也就是俗称的出坡，干农活、建设寺院等劳作，因此体力消耗巨大，他们午后必须吃东西，因此祖师就制定了药食制度。所谓的药食就是指晚餐。之所以叫药食这个名字，就是为了提醒出家人不能贪恋食物。寺院晚餐只能当作疗饥的药来吃。饮食就如良药一般，能治疗身体饥渴的疾病。车子需要油才能发动，身体也是如此。吃饭只是为了维持体力，用功办道，不应该在食物上起分别好恶之心。在佛教之人看来过午不食跟他们的信仰有关，但其实抛开信仰，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过午不食的确也是有好处的。古人有句话说，叫做饱暖思淫欲，就是说当一个人吃得太饱无事可做的时候，就会把心思放在美色上。因此佛教之人也会通过过午不食这种戒律来达到清心的目的。当一个人肚子非常饿，两眼冒金星的时候他即便是看到了美女，也不会有任何的兴趣。还有就是佛教之人大多数的情况下都处于冥想的状态，很少有剧烈活动的时候，身体对食物的需求较少，
如果一日食3餐，则肠胃负担比较大，很难消化食物。因此啊，过午不食其实也是为了减少肠胃的负担。当一个人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享受美食上，就没有办法把精力再放在其他的事情上。吃饭啊，其实是一件很浪费时间的事情。吃饭慢的人啊，甚至需要花上半个小时甚至1个小时的时间，更不要说我们做饭所耽误的时间了。所以啊，我们不如把这些时间放在修行上，可以早日参透佛教的真谛。还有一点啊，就是过午不食可以磨练一个人的意志。因为当一个人感觉特别饥饿的时候啊，如果能控制住自己，不把生理的欲望转嫁到食物上，其实就是在磨练意志。而对于佛教中的人来说啊，克制欲望和执念原本啊就是修行的一部分，摆脱对食物的欲望也等于是在磨练意志。实际上，所谓的一日3餐只是人们的一个习惯问题。当然，刚开始体验只吃2餐，想必人们会有一些难受。如果过了一段时间，从心理上和生理上逐步的调整了过来，到那个时候啊，人们也就习以为常了，不会因为觉得很饿了。而且从医学或者生理学的观点看啊，少食和短时间不食也是有利于人的健康的。因为我们的大脑啊是机体代谢中最旺盛的器官，其耗氧量啊是整个身体的20%左右。倘若我们吃了过多的食物，那么大量的氧啊就会去消化胃中的食物，而这时大脑一旦供氧不足，便有昏昏欲睡的感觉。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饭饱神虚。因此啊，孔子在《论语》中说食无求饱，而庄子在外篇中则说啊，节饮食以养胃，多读书以养胆。即使《黄帝内经》也有记载，饮食自备，肠胃乃伤。饮食有节，重在不过。再说了，在人体的大肠和小肠之中啊，都存有大量的残渣和病菌。如果我们在10几个小时之内啊不吃食物，肠中的污物细菌啊就会容易排掉，人体啊就不会生病。相反啊，一旦我们食量过大，必定会增加消化和转化功能的负荷，使肠胃、心脏、肝胆等这些器官啊都得不到休息。这又怎么可能不影响身体的健康呢？而且据说佛陀当初求道，为了在物质上解除人间的疾苦，抛开荣华富贵，他特地的到苦行林里面去修行。他首先所训练的就是简餐和不食。而如今啊，生活在一个物质文明一日千里的现代世界里，人们虽说没有必要去效仿佛陀当年的简餐或者是不食，但试行一下过午不食或者少食，这对人的健康而言啊，想必不会有什么坏的结果。在佛教中啊，吃素也是修行者们大力提倡的规范。在他们看来啊，吃素既能起到5戒中的不杀生，又可以培养信徒们的恒求善事、大慈大悲、功德无量。然而佛教以外的人也有提倡吃素的，显然吃素对身体的健康也是有益的。吃素可以降低胆固醇，减少高血压和心脏病的发生。常吃荤者其胆固醇的平均含量为180毫克，而常吃素者呢，则平均胆固醇含量只有158毫克。另外吃素还可以促进新陈代谢，保持自律神经的平衡。
素食者啊，血液偏于弱碱性，肌肉啊和身体各部位啊不易于疲劳，头脑啊也很清醒。记得几年前啊，有一位老者，他平生啊常年不动鱼和肉，唯独啊天天食青菜和豆腐。92岁时啊，耳不聋，眼不花，齿不咬，背不驼，还能推车背米。后来啊，这个老人活到了102岁方才去世。而且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在《素食与保健》一书中啊也写道，动物啊在宰杀时，因为疼痛会产生怒恨和怨气，通过这些生理反应啊，这些个气往往会变成某种毒素，随血液进入肌肤。因此啊，过午不食与素食虽然是佛教的清规戒律，但它毕竟啊还是对身体有益的。老一辈人不也常说吗？早饭要吃好，午饭啊要吃饱，晚饭嘛要吃少。所以啊，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了这样一个道理：尽管时代在变，现代人啊在晚饭后还有很长的时间工作、学习和娱乐活动，但节制饮食啊，无异于是有助于身心健康的。好的，谢谢大家，我是优步。